每年都会涌现出非常多的足坛新星，为了追寻自己少年时的梦想，拼命努力训练，为的是能够在足坛和球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有些新星还未成年就已经名震四海，得到球迷的认可，在俱乐部取得了一些成就。但很多球员年少成名，就因为受伤、不自律，高光了1-2个赛季就迅速陨落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来盘点几位年少成名、闪耀球场几个赛季后就迅速陨落的球员。说起这20年中国足球最有天赋的球员，想必一定是董方卓。他02到04年在国内联赛效力大连实德，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天赋吸引了多家豪门的注意。当时曼联主教练费格森是最欣赏董方卓的，在2004年，曼联以200万英镑买下了董方卓，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贵的球员。加盟曼联后的董方卓，因为英国工作签证的制度没能马上为曼联比赛，所以俱乐部先租借他到比乙的球队安特卫普。在效力安特卫普期间，董方卓发挥非常出色，打进许多进球，让他获得比乙联赛的最佳射手。07年回到曼联后，他成为球队的替补，短暂出场过英超的比赛，但在08年因为状态不好被下放到预备队，在预备队的比赛中遭到职业生涯第一次重伤，半月板受损和十字韧带撕裂。这次受伤是董方卓球员生涯的转折点。受伤后，董方卓被医生告知要手术治疗，而且半年内不能踢球。但董方卓选择不接受手术治疗，因为那年有奥运会，他想要参加。他选择保守治疗，静养1个月后做康复的训练。虽然董方卓如愿参加了奥运会，也取得奥运会的进球，但这次不做手术的选择断送了他的职业前景。他很难再恢复到巅峰状态，之后他就伤病不断。到2010年，董方卓被曼联卖回国内球队。回国后，因为媒体报道的不全面，认为他非常自大，不刻苦训练，买豪车，经常被国内球迷冷嘲热讽。到2016年，他选择退役，当时他才30岁，实在令人惋惜。你的灵魂无限猖狂，说的就是杰西·林加德。7岁他就加入曼联青训，在曼联青年队展现非常优秀的实力。19岁时被提拔到曼联一线队，随后被租借到英超和英冠的球队进行锻炼。租借回归后，在15到16赛季为曼联出场比赛。曾经的林加德任劳任怨，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，他都表现得很出色，也帮助曼联在重要的杯赛决赛中打入进球，为球队拿到冠军。在2018年也身披英格兰国家队的战袍征战世界杯，名气也随之上升。但世界杯结束后，林加德的状态就迅速下滑，在曼联也得不到出场的机会，又被租借了出去。但他巅峰期已过，只高光表现了3个赛季就迅速陨落。花边新闻和无职业素养是现在林加德的标签。之后他转会到韩国 K 联赛首尔 FC， 也只能打替补。大家看过这个采访吗？ I love you. Bono, who'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ever? For me,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ever, Diego Maradona. Me. 最左边的这位幽默风趣的就是安德森，巴西的天才中场。16岁时他就为球队出场巴甲联赛，并迅速成为欧洲豪门的关注对象。19岁时就被曼联签下，并得到主教练费格森的信任。在07到08和09到10赛季担任球队的首发，在这期间帮助球队获得英超冠军和欧冠冠军，是球队的主力功臣。但11到12赛季后，安德森的出场机会就开始变少，这和他伤病有很大的关系。安德森的膝盖频繁受伤，让他逐渐失去主力的位置。加上费格森的退休，新上任的曼联主教练没有给安德森更多出场的机会。在14到15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，他被转会到巴甲联赛。回去巴甲联赛的安德森也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的状态。在2019年，他31岁时选择退役。曾经的天才中场因为伤病原因提早结束了自己的足球生涯。罗比尼奥也属于高开低走的球员，他曾经被誉为下一个贝利，
出道于巴甲桑托斯俱乐部，18岁时就成为一线队的主力球员，在巴甲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为球队拿到联赛的冠军。在05到06赛季，皇马以2400万欧元买下了他。来到皇马的罗比尼奥表现出超高的水准，作为皇马出场的比赛里，他都是首发球员。但罗比尼奥有一个职业球员致命的缺点，就是纪律性。在皇马的3个赛季里，都和不同的主教练发生过争执和不服从教练的安排，导致他的出场时间被减少。在08到09赛季，曼城以3250万英镑买下了他。起初，在曼城的第一个赛季表现非常好，打进了14颗进球。但在第2个赛季，他频繁的伤病和主教练意见不合，让他竞技状态迅速下滑。09年还被卷入性侵案，让他形象大跌。加上训练迟到和训练不认真，让罗比尼奥和曼城的关系变得紧张。最终在加盟曼城2个赛季后，曼城选择将他租借到桑托斯。租借期结束后 ，AC 米兰以1800万欧元买下了他。在加盟 AC 米兰第一个赛季，帮助球队获得了意甲冠军。但接着的几个赛季，因为伤病问题，导致他出场时间减少，没能在意甲激起什么水花。在结束和 AC 米兰的合约后，罗比尼奥属于自由球员。短暂加盟过中国球队广州恒大半年，但只出场了11场比赛就被解约。在2017年也被卷入一起性侵案，被判了9年有期徒刑，但没有立即执行，因为是在意大利法院宣判的，也意味着罗比尼奥只要回到欧洲就可能要坐牢。罗比尼奥天赋是世界级的，但纪律性却是灾难级的。德勒阿里是这几年英格兰天才中场之一，在米尔顿凯恩斯俱乐部崭露头角。15到16赛季转会到热刺，迎来自己的巅峰时期。在刚加盟的第1个赛季就打进10个进球和9个助攻，表现出非常亮眼的数据，对于一位进攻中场来说。接着在16到17赛季进球数来到了18个，连续2个赛季获得英超 PFA 年度最佳年轻球员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但或许这么年轻就取得很高的成就，他训练态度和自律发生了改变。从17到18赛季开始，阿里的状态明显下滑。穆里尼奥也公开批评阿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足球上，而不是夜店。但阿里没有把穆帅的话听进去，依旧放纵自己，而他也失去了热刺主力的位置。在22到23赛季转回到埃弗顿，在埃弗顿的他也表现得很不理想，随后被埃弗顿租借到土超球队，但表现也很一般。更多他的故事可以看我往期专门介绍他的视频。他的前场统治力和爆发力让对方后防线形同摆设，强壮的身体犹如一块坚硬的石头，所以球迷给他一个外号“国王”。阿德里亚诺职业生涯开始在巴甲的弗拉门戈，他的天赋很快就被欧洲豪门关注，在19岁时就加盟了意甲豪门国际米兰。加盟国际米兰期间，为了锻炼阿德里亚诺，把他租借到佛罗伦萨和帕尔马。在帕尔马期间，为球队打进了23个进球，迅速成为意甲最强前锋之一。回到国米后的他，迎来自己的巅峰时期，在04到05赛季和05到06赛季这2个赛季里，进球都上了2位数，帮助国米拿到意甲冠军和意大利杯冠军。在04年的美洲杯上，也帮助巴西国家队拿到冠军和获得美洲杯的金靴奖。可惜的是，阿德里亚诺的巅峰期只维持了2个赛季就迅速下滑，这和他父亲去世也有很大的关系。他父亲去世后，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，他患上了抑郁症和酗酒，足球对他来说也变得没那么重要，身体开始发福，训练也经常缺席。国米最终决定把阿德里亚诺出售给罗马，他在罗马只出场了5次就被俱乐部提前解约。后来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巴西老东家弗拉门戈，但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。在2016年，34岁的他选择退役。曾经被誉为罗纳尔多接班人的他，因为家人突然离世，变得一蹶不振，实在可惜。脑子以下世界级来形容巴洛特利再适合不过了。15岁时，他就为意乙球队出场比赛，完成职业生涯首秀。17岁时就成为国米一线队球员，就好像现在的亚马尔一样。在国米期间，帮助球队拿到过意甲冠军和欧冠冠军，也获得了金童奖。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之后在10到11赛季转会曼城，刚加盟球队的第1个赛季就出场了31场比赛和打进11个进球。
在曼城的第2年，巴洛特利帮助曼城拿到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的冠军。当时他才21岁就获得如此多的冠军了。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逻辑，他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。但巴洛特利的脑子有时会做出一些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事。在球场上，因为多次不理智的行为吃到红牌，这影响到他在球队的主力位置。而且他的一些奇葩行为更是让球队非常头疼，例如在家里的浴室点燃烟花引发火灾，向曼城青训球员投飞镖，在训练时和曼城主教练打架，开车闯进女子监狱等等。这些只是他奇葩行为的冰山一角。他也因为这些事被曼城卖到了 AC 米兰。在 AC 米兰期间，状态有所回升，帮助米兰获得了欧冠资格。之后他又被转会到利物浦，但在利物浦的表现可以用糟糕来形容。后来巴洛特利又到了法甲的尼斯，在尼斯3个赛季为球队打进了33个进球，状态有所回升。但和尼斯主教练发生冲突后又被卖了出去。之后巴洛特利辗转多个俱乐部，状态时好时坏。到现在最新的信息是他变成了自由球员，未来有没有俱乐部签下他还是个未知数。如果他没有那些奇葩的行为和我行我素的态度，说不定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认为足坛比较可惜的7大快速陨落的球员。如果你也有比较可惜的球员，请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